很多人一直追求长寿，那么想要长寿也不是简单的。对于寿命比较长的人呢，通常会有3个特征。第一个，懒得多吃。有一个好的饮食习惯对长寿是非常有帮助的，而对于经常多吃、暴饮暴食的人来说，很容易增加肠胃负担，导致胃部疾病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二个，懒得生气。经常生气很容易引发各种疾病，所以对于想要长寿的人来说，最好不要生气，有一个良好的心态，这样长寿才会喜欢你。第三个，懒得着急。人到中年之后，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够操之过急，比如说走路快呢，很容易摔倒，这样呢就不利于身体健康，所以遇事不着急，这样也能够为长寿加分。那除了上面这3个特征外，平时多吃点燕麦、苦荞、蒲公英、山药等食物，对延年益寿也是有帮助。但常说血管干净人长寿，可见血管健康对我们的重要性。那血管不好的人会有哪些表现呢？表现1，睡觉时胸闷气短。血管堵塞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各个部位，如果发生在心脏和肺部，那么睡觉时就可能会有胸闷气短、胸痛等情况，这时要引起重视。表现2，睡觉时手脚冰凉。有些人手脚冰凉和气血不足有关，但是也可能是血管堵塞引起的，因为血管堵塞会影响血液流动，而手脚又处于血液循环的末端，这样就会导致人出现手脚冰凉、发麻的情况。表现3，睡觉时一侧流口水。有些人睡觉时会有流口水的情况，如果突然流口水很频繁，并且是向一侧流，那么就要小心血管堵塞了。那上面这3种表现，如果你都没有的话，说明血液畅通，血管还算健康。想要养护血管，可以常喝一些通血管的茶，比如苦荞茶、山楂茶，能帮助软化血管，保持血管。再吃的是越来越不健康了，还有运动也少了，这样不知不觉我们的血管就堵塞硬化了，给身体带来很大伤害。那今天教大家一个动作，可以帮助疏通血管。这个动作就是转手腕。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腰背保持挺直，双手向身体两侧平举，把手腕立起来，手握成拳，然后双手一起由内向外转动，转一会儿，再由外向内转。每天早晚各做5分钟，因为我们手腕处有6条经脉，这样能刺激到这些经脉，促进气血运行，有疏通血管、舒筋活络的作用。坚持做，血管更健康哦。除了做这个动作外，还可以吃点通血管的食物，比如苦荞茶、木耳、蒲公英根、山楂等等，也能帮助保护血管哦。血管在我们身体里是四通八达的，如果出现堵车，就会导致很多疾病出现，对健康不利。所以我们平时要多疏通血管，建议大家可以常用2物泡水喝。苦荞茶，苦荞茶很好喝，很多人都喜欢。苦荞中含有一种特殊物质芦丁，这种物质可以软化血管，清除血液垃圾。那经常用它泡水喝，可以帮助预防血栓。除此之外呢，苦荞中还含有硒元素，可以避免血管出现老化。莲子心，莲子心对人体有很多好处。莲子心中含有的生物碱具有扩张血管、清除多余脂肪的作用。经常用莲子心泡水喝，也能够帮助疏通血管，让血栓绕道。血管可以帮助运送血液和氧气到身体各个地方，所以一旦血管堵塞，身体健康也会受到威胁。那我们该怎么判断血管是不是堵塞了呢？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脚，若有3种表现，说明血管堵塞了，要多注意保养。表现1，脚部水肿。脚部出现水肿可能和肾脏问题有关，如果不是，就要考虑可能是血管堵塞了，尤其是一侧脚出现水肿，因为血管堵塞，血液循环会变慢，这样就容易使脚部充血，从而出现水肿的情况。表现2，脚部发麻。我们都知道，如果蹲的时间长了，双脚会出现发麻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脚部经常发麻，就要多注意，很可能是血管出现堵塞了，同时还要注意脚部疼痛。表现3，脚部发凉。很多人即使天气很热，手脚也总是发凉。其实除了跟气血不足有关，也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因为血管堵塞，血液循环会变慢，而双脚又处于血液循环的末端，这时就会出现手脚冰凉的情况。如果这3种表现你都没有，说明血管还算通畅。
如果想要保护血管呢，平时可以多吃一些通血管的食物。下面给大家推荐2种。一、茄子。茄子是常见的蔬菜，很多人都喜欢吃。茄子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P， 有软化血管、增加血管弹性的作用。血管不好的人经常吃点茄子，能让血管更健康。2、洋葱。洋葱也是生活中经常吃的蔬菜。洋葱营养丰富，其中呢还有一种特殊物质前列腺素 A， 这种物质能够降低血液粘稠度，软化血管，所以没事吃点洋葱，血管也会越来越健康。我们的血管给我们身体输送营养物质，还有呢排出废物的作用。若是血管堵塞，那么身体也会出现问题。那我们该如何判断血管是不是堵塞呢？可以看一看脚。如果血管堵塞，那么脚部呢会出现水肿或者是晚上脚痛的情况。那我们平时该怎么预防血管堵塞呢？可以呢多做3件事。1、多运动。生命在于运动，若是每天能够坚持运动，像慢跑、散步、打太极这些运动能够帮助改善血液循环，预防血管堵塞。2、多吃通血管的食物。那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多吃一些番茄、苦荞、苹果、橙子等这些食物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身体的营养，还能够清理血液垃圾。3、不熬夜。经常熬夜容易导致血液粘稠，使血液流速变慢，所以保证充足的睡眠，不熬夜有利于血管的健康。遍布我们全身，如果出现堵塞情况，那么身体健康就会受到威胁。那平时我们该怎么预防血管堵塞呢？可以用食疗和一个动作，大家可以常喝点苦荞茶。苦荞的营养很丰富，其中含有一种特殊物质芦丁，这种物质能够软化血管，增强血管通透性，不仅可以降血脂，还能够疏通血管，预防血栓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踮脚。踮脚大家应该都会。首先自然站立，让身体保持平衡，然后一只脚的脚跟抬起来再落下，这样左右交替有节奏的练习，每次做5分钟即可。这样踮脚可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，疏通经络，不仅可以疏通血管，还能够补足肾气，预防血栓和中风出现，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。那平时踮脚尖走路也是非常好的哦。由于现在很多人饮食不规律，加上不好的生活作息，导致血管堵塞，影响血液循环，对健康十分不利。那我们怎么知道血管堵没堵呢？可以看看身体3个地方。首先看手脚，如果血管堵塞，血液循环变慢，这时就会有手脚冰凉、麻木的情况出现。但如果没有这种异样，手脚很温暖，说明血管还算通畅。其次看心脏，血管堵塞的人，心脏的表现也是很明显的。因为血管堵塞，血液循环变慢，心脏得不到足够的血液提供，就会有胸闷乏力、心绞痛等情况。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也要小心血管堵塞了，如果没有，血管还算不错。最后看头部，如果你总是感觉头晕目眩、疼痛，这也是血管堵塞的信号，需要及时进行改善。那对于血管堵塞的人，可以经常的运动锻炼，多喝水，或者多吃一些通血管的食物，比如山楂、玉米须、海带等，对预防血栓有帮助。年轻的时候，血管都是有弹性、比较光滑的，血液也是很流通的。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身体的各项机能开始下降，这时血管也会老化变硬，导致血管堵塞，出现血栓等问题。所以养血管要趁早。那我们怎么知道血管堵没堵呢？可以摸3个地方。1、摸腿部，大家可以按压一下自己的双腿，如果发现一侧大腿比较粗，并且按压时会有坑出现，或者双腿感觉发沉、肿胀，这可能是血液流通不畅导致的，很可能是血管堵塞了。2、摸手腕，我们可以将一只手的手指搭在另一只手的手腕处，感觉自己的脉搏，如果发现脉搏跳动不规律，也可能是血管不好的表现。3、摸脚背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足背动脉的搏动情况，这也能反映出血管的健康状况。如果足背动脉搏动一侧减弱，左右不对称，或者双脚都减弱，就可能是血管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、狭窄等问题，要多注意了。那平时应该怎么养护血管呢？要少做下面2件事。第一件，经常熬夜。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熬夜，都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了。经常熬夜不仅会影响内分泌，导致免疫力下降，
还会增加血液粘稠度，让血管收缩，时间长了，血管容易堵塞，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所以大家一定要保证好的睡眠，这样对血管健康也有帮助。第二件，长期久坐不运动。很多人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自身比较懒，就会经常的坐着，不喜欢运动。这样时间长了，不仅会使身体变胖，也容易增加血液粘稠度，使血管堵塞，让血栓找上门。所以呢，想要血管健康，就要经常的运动锻炼，避免久坐不动。除了少做这2件事外，还可以常吃一种食物，对疏通血管有帮助。玉米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食物。玉米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大量亚油酸和纤维素，可以降低血液中胆固醇，有软化血管的作用。那经常吃玉米能够帮助预防血管堵塞和血栓形成，让血管更健康哦。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天下只有养生之道，没有长生之药。养生是长寿的伴侣，健康是长寿的朋友。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